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这是一场没有人想到可以战斗这么长时间的一场黄庭之战。那这里先跟各位讲一下，我并不是这一场 KVK 的参与玩家，所以对于这一场 KVK 的一些细节或者是战斗的一些详细过程呢，可能并不是这么了解。我只是会跟大家讲数据、他们的匹配、结盟，还有关于后续的数据而已。详细的过程呢，你们最好是看2728的那两位主播他们自己打 KVK 的一些过程啊，他们会比较了解这一场 KVK 发生的一些事情。先说一下各王国的数据，那这里你们可以明显看到击杀最高的就是这个阵营的击杀，总共加起来是有 2.9 兆的击杀，差不多接近3兆了。跟他们对标的另外一个阵营呢，其实是这个阵营，但是其实他们的实力并没有这么高，因为他们是由4个王国组成的。跟他们对标的其实是右下角这个阵营，你们可以看到3274他们的总击杀是 1.2 兆，对标了2728的1.9兆，不过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些差距啦。所以当初他们在外交的时候，如果要公平一点的话，其实是可以这个阵营和这个阵营合作，这个阵营和这个阵营合作，或者是下面这两个阵营合作，上面这两个阵营合作都是可以的。那么他们最后讨论出来的结果就是上跟下合作来对战左右，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样子合作呢，明显就有一个问题啦，就是战力会其中一方比较高一点啦，尤其是这个阵营。所以如果考虑到战力的话，其实这样子合作会比较合适。但是一般这种4个阵营的地图比较少会有交叉合作的可能性啦，而且这个阵营的击杀也不低，所以如果是交叉合作的话，可能会有一方碾压的问题存在。总的来说，他们最后交战的方式就是左和右。这里先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天的情况。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2728是在整个地图上拿下门口最快的一个阵营。那其实他们在建旗帜出去的时候，是从这里开始建出去的。如果他们速度快一点的话，其实是可以盖过对方从这里翻出去的旗帜。但是他们就算是很快抵达了这里，但由于敌人的进攻比较强势，把他们给压回去了，有很多次2728都没有办法推回去，所以就导致成他们这边旗帜就算是比较早翻了出去，但是也被推回来或者是被摧毁的情况，所以并没有在开局因为拿下门口比较快而获得更加多的旗帜优势。而且这里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山挡着啊，所以这个旗帜其实并不是很好守，你连前程都没有办法前程过去，你只能放旗帜而已。而且可以看到对方3274他们的旗帜建的速度其实是会比较快一点，他们都已经接触到圣城了，再配合上他们的盟友，他们几乎是已经把圣城3/4的位置都给包围了，只有剩下那么一点点的位置是让3303这里接触到一点点而已，并且3303其实在开局的时候拿门口速度很慢，所以就可以看到他们这边旗帜翻了出去之后，其实也建不了多少，反而被对方这里给推回去了。不过整体上地图看起来呢，可以说是一半吧，一人一半，没有相差的特别多。至于第二天的话，由于我去观看了1316的 KVK， 所以没有注意看他们第二天的发展变成怎样，所以我们直接跳到第3天。在第3天的情况可以看起来，好像2728这边情况有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天的时候，3274和1184他们是包围了整个圣城差不多3/4的位置，但是来到了第3天，他们是完全没有接触到圣城的，反而他们中间的领土还损失了不少。如果从肉眼上这边看下来的话，大概损失了15%左右，损失比较多的是1184这里，可以看到原本他们这边其实是超过对方的，但是这边被反推了回来。整体上地图来讲的话，大概就是一个60%和40%的占比。那其实看到这里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觉得说，很大可能2728这里会胜利了，毕竟你可以看到他们这边两边都接触了，而且是专攻3274这里2个人开双击节去攻打他们。但是这场 KVK 可以连续发生6天呢，当然是有原因的。我们接着来看第4天。
第4天的情况又感觉好像并不是很妙哦。2728跟3303他们被反推了回来，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前一天的情况呢，就是他们的旗帜都已经到达这个位置了嘛，但是现在又把原本那个旗帜的位置反推回去，他们现在的情况就回到跟第1天差不多了，只不过2728他们已经拿下了胜城，就有多了一些 buff， 而且严格来讲2728这边并没有损失太多，也没有太多危险的地方会被断掉旗帜，相反的他们的盟友这里的情况就比较危险一点了，他很大可能这里的旗帜会被断掉，不过后面其实有连接一点点啦，但是这边连接点其实很小而已，但是可以明显感受到3303这边是比较难反抗对方的进攻，反而下面这2个阵营2728和3274呢，他们处于不分上下的情况，就是打的有来有回，你烧我的旗帜，我烧你的旗帜这样子。来到了第5天，你们都可以看到我的观众问我是不是2728要输掉了因为他这个情况是真的非常糟糕。那你们可以看到下面这边蓝色跟紫色的领土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了，不过可以看到2728这边明显少了一点点的旗帜，但是上面是真的大灾难了。我们可以看到在前一天这里红色的旗帜呢还可以到差不多一半左右嘛，这里嘛，但是他在第2天直接损失了差不多50%的领土，完全是不见掉，而且关卡还被敌方给拿下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有很多人都觉得说2728是不是要完蛋了，是不是要嘎了。但是如果你们注意看的话，可以看到这里上面有一个蓝色颜色的要塞，这个要塞其实就是2728阵营那边建出来的要塞，他们是感觉说盟友好像有点撑不住了，我们需要过去帮我们的盟友，所以他们从这里开始建一个新的要塞，然后开始建旗帜去拿回这个门口，并且他们才从这里让出了一条路，让他们的盟友可以从这里开始建旗帜走出来，确保他们还是可以持续的战斗的。这里他们也是有帮自己的盟友去顶着敌人的进攻。那同时间可以看到3274这里也是让出了一条路，让他们的盟友1184可以从这里建旗帜出去。所以从这一刻可以明显感受到，有很大可能就是1184阵营和3303阵营呢是已经开始没有力了，所以他们才需要盟友的帮助。但是更加惨的情况就是3303这边可以明显看到他们在 downtime 的时候旗帜几乎都是放烧的，只有少数人去防守而已，而且地图还损失了这么多的领土，所以大多数玩家看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都以为2728会输掉了，然而反转来了，只是又经过了1天的时间，地图又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是真的有点夸张。那我们先看一下下面的情况，2728和3274这边其实地图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可以看到2728这里在圣城附近，他们这里是已经开始入侵了，进入到1184阵营这里的领土里面去了，是已经超过一半了。然后就是3303阵营这边原本他们的旗帜剩下这么少而已嘛，这差不多已经损失了差不多50%这样子，但是来到了这一天，他们的领土又突然之间暴涨了这么多，把原本损失的都补回去了，就是很明显的反打情况。有可能就是因为2728他们这边有上来帮忙的关系所以就帮他们缓和了一下领土损失太多的问题，还有帮他们拿回，或许因为可以看到这边其实2728并没有往前推太多，只是可以看到他们这边推进的比较多而已，所以我觉得比较大可能是他们从下面这边往前进攻，先干掉1184阵营这里，减轻了自己盟友的负担，他们才可以往前推进。因为同时间可以看到1184阵营这里呢也是让出了一条路，让3274他们可以建要塞从这里走出去帮他们。但是我觉得这边他们让出来的领土有点小就是前程的位置可能都不太够，而且如果他这样子长条形的方式让位置给他们的话，其实很容易距离太远，他们要派兵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路线虽然是有让出来，但是实际用途并不是很大。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说他们这边让路给2728出来帮忙3303的作用性并不是很大，就是因为他这边是关卡，如果他们要从里面派部队出来的话，其实有一段距离其实也帮不了多少，所以它实际作用比较大的其实是这边的领土。但是来到这一天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阵营1184这边已经是开始有不少旗帜是放烧的状态就是没有什么人要去管了，就连他们的盟友3274这里也没有多少人去守旗帜了，到后期的时候啦。
最后就是来到了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就看到他们的领土变成这样子了，没有想到一晚之间突然变化这么大。因为可以看到在上一个图片的时候，3274他们领土还是差不多有一半这样子嘛，现在是完全放弃了，可能是他们看到自己的盟友都已经被顶到这么远了，这里都已经被入侵了，他们盟友也是已经没有力了，如果剩下他们自己一个人应该也是撑不太住，上面的领土又不够他们去对抗3303阵营这里的进攻，所以地图就变成这样子啊。可以看到他们是已经成功拿下对方左上角的门口，而且是2个，其中一个是由2728阵营那边所拿下，只剩下右下角这2个门口依旧还是由3274所拿下，还没有被占领，因为他这个旗帜其实比较多啦。不过其实他们这边被打到也是迟早的事情而已啊。可以看到他们这边旗帜基本上就是放烧状态，都已经没有人去理了。再加上那个地图他们可以用那个远程去射啊，所以它那个耐久度其实会削弱的比较快，比较容易烧到里面去，所以才可以看到这个地图在一晚之间变化这么大。最后来说一下这个 KVK 表现的数据，可以看到表现最好的其实就是2728，他们真的是打了很多，然后又去照顾他们的盟友，帮他们的盟友顶着呢。其次表现的比较好的就是3274，但是你们可以明显看到3274这里的击杀数据跟2728这边的击杀数据其实还是有相差蛮远的。至于他们的盟友的情况，反而是3274的盟友2965这边表现的会比较好一点，3303这边就打的比较少一点，应该就是讲他们这边打的也是挺平均的吧，就是没有一个是特别多，就差不多而已。再来就是他们这里玩家的击杀数据了，这个玩家似乎是之前是来自960啊，可以看到他这边拿到的击杀也是挺多，但是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叫 TMN23 的玩家，因为他损失了很多的战力，他是这一场 KVK 阵亡最多的玩家，你们可以看到他这里的战力总共是损失了7亿战力，现在剩下 3.9 亿而已。然而你们看第2名损失的战力，这里是 1.8 亿，跟他差了多少倍？而且他的数据比较糟糕一点啊，你们可以看到他这边的战损比只有 81% 而已，所以其实他的战斗方式有点类似像俄罗斯父子，只不过俄罗斯父子他会随机牵程去清零人家的城市嘛，他比较多的情况呢就是去一阳指一个旗帜，就把自己的部队全部塞进去旗帜里面，守着那根旗帜，不会让旗帜掉掉。所以就是为什么2728跟3274在对战的时候，你几乎是没有什么看到3274的旗帜有掉很多，就是因为有这个玩家在守护着他们的旗帜。不过尽管他这边的战力损失了这么多，还是没有办法打败我们最高的记录啊，因为最高纪录保持者是俄罗斯父子，那个记录要打败恐怕也很难了。但是以一场 KVK 的数据来讲呢，他这个表现其实是已经很好很厉害了。那么以上就是这一场 KVK 的过程啦，当然这些详细的东西我不知道啦，我只是表面上跟大家讲一下他们这场 KVK 的经过，每一天的变化而已。如果你是在这一场 KVK 里面参战的玩家，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你们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细节的地方，或者是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啦。这是一场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 KVK， 但是好像没有说少玩家去关注这场 KVK 的过程还有发展。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